满嘴獠牙的海鳗被渔民从海里钓了起来，有时候也会一钩双杀，这样的场景非常少见。对于这些皮厚肉糙的海鳗，当地的渔民并不爱吃，只能将其做成盐绳钓的诱饵。这次出海，渔民准备了3条体型不错的海鳗，海鳗肉将会成为盐绳钓的鱼饵。其他2位老渔民便在海里钓起了鱼，而小哥却抄起一把82年的菜刀，将鳗鱼肉的头部切割下来。这把锈迹斑斑的菜刀切起鱼肉来也是非常费劲。切好的鱼肉将会成为海底鱼类最美味的食物。雪白色的鱼肉看起来非常诱人，虽然皮肤颜色有点辣眼睛，但不妨碍它的味道鲜美和营养价值的成分。很快，3条鳗鱼被小哥切成了块状，随后将浮漂扔到海里，钓上来的小鱼也会成为盐绳钓的诱饵。将一条鲜活的小鱼拿了上来，紧接着将一根硕大的鱼钩勾在小鱼的脊梁上，感受到后背发凉的小鱼只能拼命的挣扎逃脱。有了失败的经验，渔民便开始下狠手。这种全自动的钓钩将成为大鱼觅食的对象，鱼绳不断的向海里放，接着第2条全自动鱼饵钓钩便完工。这种受伤且能活动的鱼饵引诱大鱼上钩的成功率非常高。紧接着第3条小杂鱼又派上用场，感受到后背发凉的小鱼只能不断的抖动自己的身体。在船的后方会有1位老渔民进行理顺绳索，自动化的盐绳钓由2位老渔民进行操作。小哥就开始将切好的鳗鱼肉勾在鱼钩上，虽然这种上鱼的成功率没有自动化的鱼饵高，但也是一种不错的钓鱼方式，并且这种放钓的速度非常快。很快上百个鱼钩串好了鱼肉，由2位老渔民进行的自动化鱼钩也接近了尾声，最后还剩4个鱼钩。老渔民把1条失去活力的扒皮鱼也当成了诱饵，为了能让所有的鱼钩沉入海底，在后方会绑上一块巨大的石头。当石头沉入海底后，利用浮漂作为标记，此时只要等待海底的鱼类自动归位，就可以收回盐绳钓。紧接着串好鳗鱼肉的盐绳钓就可以派上用场，将整个框子搬到船尾后便开始放钓。把浮漂放下水后，接着用石头做成的船锚一同沉入海底，目的是让接下来的鱼钩一同沉入海底。为了防止鱼绳纠缠在一起，会由1位老渔民进行划桨，船只不断的向前行驶，鱼绳也不断的向海里放，鱼钩会按2米的间隔串联在绳索上。这种放盐绳钓的速度相对比较快，而盐绳钓却一直放到了晚上。第2天一大早，他们就开始开船出发，寻找在海里放下的盐绳钓。找到浮漂后，就可以将绳索收回。要想将海底的鱼钩收上来，必须先将沉入海底的石头拉上船。经过1轮的拉扯下，盐绳钓的绳索竟然打结了。处理过后，第1个自动钓钩竟然没有上火，只能将鱼饵取下来放回到大海里喂鱼。2个人进行分工合作，一人收回绳索，另一个人进行整理。随着双手不断的向上拉扯，水中的一道阴影引起他们的注意，原来是一条海鳗上钩了。尝了一口鱼肉后，竟然把自己的鱼身也搭上了。海鳗最终自己松口进入自己的空间站，海鳗还是活的，就因为贪吃而断送自己的前程。从海水中去查看，另一个鱼钩又上了1条海鳗，拉上来后发现鱼绳缠住了脖子，因为好动而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紧接着第3条还是海鳗，可能海底下方是海鳗的老窝，为了能将鳗鱼嘴巴上的鱼钩取下来，只能派上82年的菜刀割开。水下又有1条海鳗被拖了上来。海鳗是一种凶猛的底层鱼类，游泳和觅食的速度也是非常迅速，却栽在人类不讲武德的鱼钩上，一排锋利的獠牙看起来非常凶猛。海底的鳗鱼窝竟然被盐绳钓给一窝端了，又是因为好动把自己的脖子勒住了，到死嘴巴上的鱼肉还没有吐出来，都是因为经不起人类的诱惑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紧接着寻找和收回第2个盐绳钓，紧绷的绳索预示着下方必定有大火。随后又是1条海鳗被拖出水面，这条海鳗的长度足足有1米多长。海鳗在当地价格并不高，在国内却是上等的食用鱼类，肉质不仅细嫩鲜美，含脂量也非常高。收上来的绳索会有渔民进行理顺，为下次出海捕鱼做准备。连续都是鳗鱼上火，让他们非常沮丧。在海底鱼类中，经常会有吃自己同类的尸体，连鳗鱼也不例外。又是1条体型不错的海鳗，绳索的下方却传来了1条体型不同的鱼类，拉近才发现是1条黄金老虎斑。今天的收获可能是这条黄金老虎斑最值钱了。渔民也因为收获了1条价值不菲的老虎斑而乐开了花。为了摆放这条老虎斑，渔民还特意的开了一间豪华单间，在2人的合作下，才将这条体型庞大的老虎斑拖入船舱内。同样是鱼类，而黄金老虎斑却享受不一样的待遇。为了防止因为水压而死掉，渔民开始将它肚子里的气放掉，毕竟活鱼能卖个好价钱。随后渔民开心地收回剩下的绳索，收回来的绳索直接挂在框架里。接下来并没有任何收获，转眼之间他们已经回到岸上，将所有收获到的海鳗扔到岸边。
接着逐一摆在沙滩上。这次出海一共收获了8条大海鳗，将所有的海鳗拿到店铺进行称重。8条大海鳗足足有66斤。紧接着就是价值不菲的黄金老虎斑，重量达到了21斤。经过老板娘计算，获得了9600比索。3个人会进行平分，每个人都获得了350块钱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